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电钻上的调速器坏了，经维修以后，现在修复了。我们看，修复以后呢，是通过单片机来驱动可控硅制作的。我们看，现在插电以后呢，具有软启动功能。我们看这个灯泡是一点点亮起来的，每次上电都是一点点亮起来的。然后呢，它还有调速功能，它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电位器调速，也就是说把电位器固定到一个点，它的亮度就有变化，当然是电机的速度相对来说就有变化。这是最亮的状态，没有问题了。它的调速原理呢，就是通过过零检测信号来触发我们单片机的 int 0引脚，然后再通过相关引脚输出触发信号，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。由于可控硅的导通角不同，所以它的导通量就不同，从而驱动我们的负载进行调速和调光。这个电位器呢是接在 ADC 引脚上的，这样通过单片机的 ADC 引脚检测电位器上的电压，从而来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，从而进行调速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看一下它的电源部分。这个电源呢，一开始采用的是电阻降压，在220伏端接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，再经一个 11K 的电阻线流以后，通过稳压管稳压给单片机供电。原来用的单片机呢，功耗较小，所以呢是可以的。而这个 STC 的单片机呢，稍微功耗大一些，除了电阻发热严重以外呢，它是不能够使用的。改成阻容降压以后呢，功耗降低了，也就是我们电源的功耗降低了，而且不发热。这个阻容降压效果还是不错的，而且呢，这里用了一个半波整流。半波整流阻容降压呢，它的电流是全波整流的一半，也就是说，阻容降压以后经整流桥整流，那么它就属于全波整流。而通过两个二极管进行整流呢，它是一个半波整流。但是阻容降压呢也有必要的工作条件，下面我们看一下阻容降压的必要工作条件。首先呢，输入端呢需要两个二极管，这一端是输入，然后是电容，电容以后呢它有一个泄放电阻，之后呢就是这两个二极管，一个是整流的，一个是给它放电的，然后呢再通过后边的稳压二极管稳压电容滤波以后再经一个1117降压以后，给我们的单片机供电就可以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图，阻容降压电路呢，它的优点也是比较多的。它的电流是可调的，也就是说我们选用电容的大小，直接能够控制它的电流。另外呢，全波整流是半波整流的1倍，也就是说，如果需要小电流呢，我们可以半波整流；如果需要大电流呢，我们也可以全波整流。而且这个电路比较稳定。首先这端是220伏输入，然后这是泄放电阻，这是阻容降压的降压电容，这个是整流二极管，这个二极管呢是给电容放电用的。如果半波整流不加这个二极管，它就会使电容充满电以后就不向后极放电了。那么首先我们看这端是正半周，那么它就会给电容这端充正电，电容这端就会充相应的负电，它的电压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二极管给电容充电。当这端为负电压的时候，那么这一端的负电压与电容的这端是正电压，然后与这一端负电压叠加以后，通过二极管给后极供电，这一端呢就提供正电压。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呢，那么这个220伏这端就会充负电，而这端呢就会给它充相应的正电。那么当放电没有了回路，它的输出电流是很小的，因为我们这儿有一个 180K 的电阻，如果没有这个 180K 的电阻，那么就会向后极没有一点电流输出。另外，我们整机所需的电流呢要跟负载匹配，最好呢这个稳压管两端的电压呢在 4.9 伏左右，也就是说在平常我们的这个稳压管不导通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电源电压偶尔高于我们这个电路的电压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稳压管才会导通，把这个位置的电压
前位在负5伏，我们这个电源呢输出的是负5伏。由于它是给可控硅供电的，所以呢它是属于热地，这样呢比较适合我们的可控硅出发。计算阻容降压半波整流呢，可以按这个公式，首先是1:2派 Fc， 派是 3.14， F 是频率50赫兹，C 是容量法拉，得到的阻值是3184欧。如果我们所需电流大呢，那么可以用全波整流，也可以呢加大电容的容量，同样可以按这个公式计算。得到阻值以后，用220伏除以3184，然后乘以1/2，就是半波整流的电流是 0.345 安，然后等于 34.5 毫安。如果全波整流呢，就不需要乘以1/2了，就等于69毫安。当然，如果是两微法的，那么就可以乘2。如果是全波整流呢，就能够达到1安左右的电流，而半波整流呢，就能够达到69毫安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